是我最近在家里做的酸菜。这瓶酸菜是2月18号做的，我上面都有贴好日期。这个酸菜因为放在窗户旁边，它有自然的日光，所以它会渐渐的发酵，然后会产生自然的酸性，然后吃起来就会很好吃，做排骨汤啊，或者是炒肉丝啊，都会非常的好吃。也可以少量的一次做一点点，那想吃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天然没有防腐剂的酸菜了，这样很棒哦。这瓶是1月17号做的。今天我想要做酸菜排骨汤，我把这个做好的酸菜拿出来。哇，你看这个颜色好漂亮啊，闻起来都有这个酸菜的香味，这是天然的香气，完全没有放色素哦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个芥菜已经洗干净了，我们把洗好的芥菜呢拿到户外去，像这样子把它晾一晾，晾过以后它会变软，之后采的时候比较不会裂掉。经过1天的曝晒以后，芥菜现在已经变软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到室内，接着处理它。这个是晾过1天已经变软的芥菜，今天我做的量比较少。在采酸菜以前，我先准备好这个陶瓮。如果家里没有陶瓮的话，有不锈钢盆或者是塑胶盆也可以。采酸菜以前，地上先摆一块干净的布。等一下采完的时候，因为脚上有盐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脚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去洗脚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已经晒软的芥菜放进这个瓮里面。今天我做的量比较少，因为我想要把它放在玻璃瓶里面。一面先撒完盐以后，再翻到另外一面。盐因为是天然的防腐剂，所以盐不要撒太少。把脚洗干净、擦干以后，我们把脚放进去。踩到有点变色以后，我们还要再翻面，再撒一点盐，踩到像这样子，你看有点出水了，然后我们再翻面。再撒一点盐，撒完盐以后继续踩，踩到像这样子，芥菜它已经出了很多的水以后，而且它已经变软，颜色也变深绿色了，这样就差不多好了。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水分了。我们要踩到像这样子，把水都踩出来，而且颜色从浅绿变成深绿色的时候，这样就差不多好了。
如果你做的量比较大的话，你也可以分3个瓶子装，或者是像今天我就做3颗的话，我可以先把它放在这里面，看放不放得下。那如果放不下的话，我再把它放在这个小瓶子里面，分次吃也可以。记得玻璃瓶要先把它洗干净、晾干，里面不要有水分。接下来我再把刚刚裁好的芥菜放进去。把它放进玻璃瓶以后，我稍微用手压一下，把它压紧实一点，让空气不会跑进去。这是刚刚采出来的盐，我们把水倒进去。芥菜放在里面，我们放8分满就好了，因为隔1天或隔2、3天以后，它会继续发酵。如果放太满的话，那它的这个盐水会从边边流出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上面再铺一些盐。我现在放的是海盐。平常我做的量比较大一点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放在户外。那因为我今天做的分量比较少，我是把它放在玻璃瓶里面。因为我的芥菜只有3颗，它出的水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加一点盐在最上面，然后我再加一点冷开水，是煮过的冷开水哦。我们要保持里面有一定的咸度，还有盐分，然后稍微把它压紧，这样空气不会接触到芥菜，这样就比较不会发霉。明天以后它就会再出水，然后渐渐它就会发酵，就会变成很好吃的酸菜喽。我们尽量让这个水分可以盖过芥菜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盖起来，放在窗户旁边，让它有一点点的阳光。阳光可以让芥菜使它变酸，会变得更好吃哦。闻起来好香哦，有这个自然酸菜发酵的味道，而且一点都没有发霉，非常的香哦。我们这次实验在户外腌酸菜，酸菜它能够晒到一点太阳，这次看起来很成功哦，有自然的香味，酸酸的，颜色也很漂亮，很棒。今天天气很好，那芥菜已经长大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刚刚采收了7颗芥菜，现在放在这个地方晾干。刚采收下来的芥菜，可能它的根部会有一些泥巴，
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根部的地方用水稍微冲一冲，把水甩干之后，决定把它放在空中花园的平台上。那地面呢，事先已经先用水把它洗得很干净了。我们打算把这个芥菜放在这边大概1天的时间，待会过了几个小时，还要翻过来让它另外一面也可以晾干，大概1天就会变软，变软之后才好继续处理。大家看这些芥菜是我们昨天放在这边，把它进行脱水，芥菜脱水了之后它才会软软的。于是呢，之后我们要放到桶里面。撒盐，而且踩踏，这样它就不会被踏得碎碎的。因为如果是脆的话，它在新鲜的脆的情况下，你一踩它，它就会崩断，不太好看。所以我们必须先进行脱水。我们把它摆在这个我们的露台的地方，这个上面是有屋顶的我们上面有玻璃的这个屋顶，它可以有太阳，但是呢却不会淋到雨在这边才能比较干燥，能够进行脱水。那现在呢，大概1天我要把它再翻面，让它另外一面也可以稍微晾干一些。像这样，你看这些芥菜现在都变得比较软了。翻个面，让它尽量水分可以散发出来，它就会变成软软的。像这样子，芥菜这样子脱水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，应该明天就可以了。先前我们把芥菜放在室外淋不到雨的地方，让它做初步的风干，让它变软。大概经过1天半的时间，现在我们可以来开始制作酸菜。我们需要一个像这样子一个坛子。我们上一批芥菜做成的酸菜，我们是在室内做，也在室内风干。但这次呢，因为天气还不错，我们就选择在室外把它做初步的脱水干燥。好，现在黄老师把2颗比较小的芥菜先放进去，撒一些盐。撒盐的作用呢是要让它脱水。那采的时候呢也会出一点水出来。盐要注意不要撒太多，如果撒得太多的话呢，太咸的话呢，让芥菜变酸的这个菌它就没办法存活，就没办法变酸。这个盐巴不能撒太少。一定要撒得够，这样它才能够出水。因为芥菜是很厚实的蔬菜，像这样子踩踏，那要尽量把它踩扁、踩平，所以身体要这样一直转，要确认踩到所有的地方。有的时候脚跟要用点力，有时候脚的前面用点力。我们铺芥菜下去的时候，也要尽量的稍微铺平均。芥菜的根部的地方比较粗大，比较硬，所以铺进去的时候，像现在我们这第一层是用2颗芥菜铺起来的，所以它的根部就要交错，不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水出现了。好，再撒点盐。再放1层芥菜下去，盐分一定要够。这个盐分是为了让芥菜很快的能够脱水，我们在采的时候，它的水能够赶快出来。先前我们有说到，就是芥菜为什么新鲜的芥菜采摘下来之后，要先放在室外风干呢？让它初步脱水呢？就是因为脱水了之后，它会变得稍微软一点，那这样子采起来比较不会破碎。你想想看如果它是很新鲜、很脆的、清脆的蔬菜，你这么一采，它马上就4分5裂了，通通断掉了。那这样子做出来的菜就很难看。已经可以看到有出水出来了。
因为是小家庭的关系，所以这样做一次大概做了6、7颗，所以用这么小的一个坛子踩一踩就好了。如果要一次做很大量的话，就要用很大的容器了，可能一次做个10几、20颗或30、40颗。现在出水到这么多，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待会我们就要拿重物压在上面，这上面还要再撒一层盐。我们用的是海盐。好，我们找到这2块扁石头这么大，把它洗干净、晾干了之后，压在里面。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可能还要再找瓶子灌满了水之后压压看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芥菜通通压在它自己出的水下方，不要让芥菜露出水面之上，这样它才能在底下好好的发酵。晚上放在这个地方，必须要找个盖子把它盖起来，免得有不速之客来打扰。这个坛子呢，应该放在半日照的地方，那要注意不能淋到雨。所以我们的露台这个地方是可以照到太阳的，所以它平常白天的时候就要把盖子打开来，让它可以稍微晒到点太阳，它才会发酵。但是晚上的时候要把它盖起来。好，如果说你找不到石头，你可能就要多用几个这样子的瓶子把它通通压住。它现在因为水出的还不够多，还没有办法漫过所有的菜，但过几小时之后水出的比较多一点，可能比较好。如果是晚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准备一个像这样的塑胶布盖起来，然后为了怕风吹掉，我们在上面再盖一个重一点的，相信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爬得进去了。腌了一个晚上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状况哦。哇，出这么多水！昨天刚腌好的时候，昨天刚采完芥菜的时候，水还没有上来这么多。我记得当时那个水好像才漫大概一半，然后有一部分的菜还没有水淹到。那现在出了这么多水，已经完全把芥菜通通淹在下面了。它现在通通高过整个芥菜了，这个状况很不错。闻起来的味道有一点那个芥菜的清香味。我相信这次状况一定很好，它可以很顺利的发酵。我们这次试验在户外来泡酸菜。那么过了3个礼拜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哇，有一股很清香的一股酸味，很清新的酸味，淡淡的酸味。很好闻，颜色也很漂亮。这次应该是非常成功。好，酸菜现在这样子哈，现在还不能洗，我们要把它分小包装包起来，放到冰箱里面。等到要吃的时候，再拿出来用清水冲洗，洗干净了之后再料理。好，我们现在拿了1颗大和1颗小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要煮酸菜排骨汤。要料理以前呢，要先把酸菜洗干净，因为酸菜到目前为止才第一次下水清洗，所以我们把酸菜上面的沙子洗掉，不能洗太久，因为如果洗太久的话，它的味道会太淡。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芥菜，用新鲜的芥菜，我们自己泡的、自己腌的酸菜，所以呢，只要轻轻的、稍微的冲洗一下就好了。那么也不要冲得太多，冲得太淡了之后，它的酸味和咸味就会被冲掉。因为它的酸味和咸味，我们需要把它煮在排骨汤里面。这个地头呢，因为会太硬，所以呢，我们不一定会煮到汤里面去。